我是 Bell。今天有一个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就是老公刚刚说，好像移民局寄绿卡给我了，耶！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点悬疑的可能。第一个不可能，因为说真的，我们是自己办，人家说自己办可能就是要1年多啊，或是更久，所以我们因为想省钱嘛，然后我也没有一定要拿到，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没关系，我们就自己办。但是我们刚刚算了一下，我们才花5个多月，不到6个月，不到半年哦，而且就收到通知，然后竟然没有面试，我已经准备好我跟我老公所有的照片啊，然后各种情书往来啊，就还做了一个 file， 就是那种很漂亮的那种，很想要展现我的那种就是做美术的才艺，就完全没有用到。然后他就说直接寄到我家了，就我基本上有点不相信，有怎么可能天下这么好的事情？好，我们下去看 ，See you。我觉得可能只是考试那一次，所以我现在心理调试很好，就是不要太紧张。就你知道，很多事情都期待接到公司。我们刚刚已经拿，然后我把一些就是个人资料给用 post-it 就写起来，但是手在发抖，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信封，所以我要把它撕得很好。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是啦，就只是跟你讲说，哦，我们收到你的申请咯，然后就是你要再提交什么资料啊。但是我刚摸明明就有硬硬的，我觉得有硬硬的啊，但也有可能它用很好的纸，所以到底是什么？照片有点不好看啊，但没关系。下次影片我教大家，在什么时候你一定要拍很好看的照片。一开始那个时候，我只以为只是要收取我的 finger 资料而已，结果后来他就说，现在也要照相。我说啊，还要照相？我根本没化妆，没有面试我觉得真的是我做的那一大本的那个照片集没有用，以前的所有的回忆都有。我真的很认真。好啦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。我是旅美人妻，我是 Bell， 拜拜。跟大家分享完我们的喜悦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申办绿卡的时候所面对的所有流程，希望可以帮大家简化困难。那最简单就是我们分为2大部分，一个就是美国公民所需要申请的，一个就是外籍配偶所需要申请的。那美国公民这边要申请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，他只要申请 ID30， 简单的说就是跟美国政府登记，说自己有一个外籍配偶。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线上申请，我们在8月11号申请，在8月29号的时候我们就收到通知了。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点的系列，就是外籍配偶所需要申请的，总共分为3+1的文件。我等会会再慢慢说明为什么3+1，一个就是 I-185跟美国政府登记说，就是你身份的转换。那第2个就是 I-765跟美国政府说，我可以合法在美国工作。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，很多工作都会先问你说有没有合法在这边工作的证件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第3个就是身份的转换，时间可能拉很长，就需要申请 I-131，让你可以随时出入境美国，然后去证明自己是谁，就需要用到 I-131。这3个东西如果同时申请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另外收费。那如果你单独一个一个去申请，每一个都要额外收费。所以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3个一起申请，因为多申请没有关系，但如果你第1个申请后，你再去申请其他的，就要再收钱，就有点亏。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啦，他觉得又花多一次人力要 review 你的资料，所以要多收钱。所以记得哦，这3个东西要一起申请。另外还有一个+1，就是 I-693。
这个是医生所填的健康检查表格，晚一点我会跟 I485 一起详细说明。那我们就先讲最简单的左边，就是 I130，你寄出的时间大概在8月初左右。他在8月11号的时候说确认收到你的申请了，在8月30号的时候收到通知，但是他其实没有一个回复说到底有没有通过，或是另外后续结果怎么样。这个就让人有点 confused， 觉得我做对了吗？怎么没有消息？那再来讲讲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的，就是外籍配偶这边啦。最复杂的或是最长等待就是 I185。那I185也是我们统一的时间，差不多时间寄出，大概是在8月的时候寄出。那在8月17号的时候收到通知。在8月30号的时候通知说，我收到你这个东西了。8月31号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个信，跟你说你的建档成功了。你这时候就会有一个 A 字打口的一个编码，你可以在线上查询。在9月1号的时候，他会再寄另外一封信，说我收到你的文件了，但是呢，我检查过后，你的文件还缺了健康检查表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I693。但他同时也会再跟你强调说，拜托你不要现在寄给我，我现在不需要，等我需要的时候，我会再跟你说，你再寄给我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时间就会一直等到1月11号，他才跟我说，你现在可以寄健康检查表 I693 了。这个寄出的地点是属于自己的 county。那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，就在过去我们寄的所有资料都是因为我们在加州，我们统一的就是寄给芝加哥的总部审查。但是在1月11号，他这边会说寄健康检查表 I693 的时候，他就要你寄到所负责的 county， 就是你现在负责居住的郡的更细部的分化到地方的政府里。针对健康检查表 I693， 我可以稍微提醒大家一下，我建议找跟你同一个语言的医生，他可以认证你本来国家的一些疫苗记录资料，因为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把要求的所有疫苗打完，就需要佐证你过去的成长过程中应该都有打过这些疫苗，你就要拿这些文件扫描电子档。那当然，原来国家的记录可能就没有英文说明呢，所以就需要找一个懂中文的医生来帮我跟美国政府说，之前原来国家这些疫苗文件，我这个医生是认可的哦。医生就会用另外一个信封封住这个所有的表格，就是封住所谓的 I693。我就把 I693 跟移民局在1月11号寄给我那个文件跟我说，你现在可以寄那个 I693，就2个东西一起寄出去。我们在1月30号寄出去，在2月7号的时候就收到线上的通知说收到绿卡，2月8号的时候我们就收到实体卡。那再来就说一下我刚刚提到的工作证，那这3个东西其实都是同一个时间申请。那我们一样也是在8月17号，他说他收到了，8月30号通知，他收到3个时间都一模一样啦。但是呢，工作证它的速度比较快，它在9月7号的时候，它就会通知你说，我需要你去盖指纹，让我在9月21号的时候去盖指纹。那当下我不知道，当天也要拍照，所以当你去申请工作证要拍工作证的指纹的时候，同时他也会拍你的照片。那这个照片跟指纹跟绿卡是互通的，所以盖指纹当天记得打扮漂亮一点，你当天也要拍照。那其实在到完是9月21嘛，在9月26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工作证，还蛮快了。8月我们寄出申请，然后9月我收到工作证。那美国政府也希望说你可以赶快工作，也可以有收入，可以安顿，也比较安心。那最后一个就是 I131， 这个呢是我们在身份转换的时候呢，是希望可以自由进出美国，因为有时候等待绿卡的时间会非常长。那在这个等待时间就是属于不确定的身份，进出美国会不方便，所以他同时就会说，你可以申请这I131，可以同时让你未来有一个证件可以同时自由进出美国。那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收到 I131的任何 update 啦，一直等到绿卡收到后，就收到通知说，我这个 I131被拒绝了。那我自己的猜测是说，他已经觉得你已经拿到绿卡啦，直接就可以自由的进出美国了，就可以直接用绿卡，就不需要申请 I131了。那以上就是我的状况，
希望大家听过可以降低一些困难，让自己申办的过程更加顺利哦。